我死在了出征的路上，身中剧毒坠马，又被乱箭穿身。弥留之际，我才看清真相，那个我恨了一辈子的青梅文瑶，竟要用自己的心头血换我活命。他到死都在追查是谁要置我于死地，直到他断气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们俩终究是误会了一辈子。带着无尽的悔恨，我闭上了眼，再睁眼，我竟回到了过去。是我凯旋回京，逼着文瑶嫁给我。旧伤复发的第2晚，眼前的文瑶正红着眼给我处理身上的伤口，她眼里布满血丝，嘴唇干裂起皮，守了我一夜，滴水未进，一眼未合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们的呼吸都停了。前世剑拔弩张的画面瞬间涌进脑海，他还是和从前一样，语气冰冷的让我醒了自己喝药，起身就要走。我下意识拉住了他的手，他回头看我，眼里满是厌恶和不耐。我心里泛起苦涩，轻声让他再待一会儿。他狠狠甩开我的手，用行动回绝了我。看着他决绝的眼神，我忍着伤口撕裂的剧痛，冲上去抱住了他。他浑身一颤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语气冰冷的告诉我，他心里从来没有我，让我放手。我告诉他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我明白，我不会再逼他了。说完，我松开了手。他皱着眉看我，只当我又是随口敷衍，冷哼着夺门而出，连头都没回。我自嘲的笑了笑，前世他这一走，我们就成了永别。我是武将世家的少年将军，她是衣冠世家的御前女医，我们一起长大，是旁人眼里天造地设的青梅竹马。从前每次我受伤，都是她亲手给我敷药，一遍遍叮嘱我小心，别再受伤。我迷上了她为我上药时认真的模样，练了她许多年。可她从来只把我当哥哥，没有半分逾矩的心思。这一世，我是真的要放手了。这时副将进了帐，笑着跟我说，迎亲的十里红妆已经备好，婚期那天定能给文瑶一个惊喜。我打断了他，让他转告燕洵，若是他真心爱文瑶，这十里红妆我便送给他了。副将当场愣住，急着劝我，说我才是新郎。我摆了摆手，心里只剩苦涩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再也不是了。儿女情长，终究比不过家国大义。我跪在朝堂之上，向陛下请旨，愿去北境镇守。陛下问我不和文瑶完婚了，此去九死一生，真的想好了。我郑重叩首，只求陛下降旨，北境需要我。陛下叹了口气，说北境战场本就想派我前去镇守，他说我是大言的脊梁，主动为国分忧，他不能寒了陆家将士的心。最终陛下准了我的旨意，只给了我1个月的期限，让我和文瑶完成婚礼，给陆家留个血脉，之后的事便不再拦我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陛下早就为昭镇边主帅降下了皇榜，只是我一直放不下文瑶，从未请旨，这皇榜也一直无人敢接。想到北境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，我满心自责，对不起大言子民，也没脸见陆家的列祖列宗。跟着副将回府之后，我刚要定下军令，门外就传来了愤怒的斥责声，是燕洵，文瑶放在心尖上的童养夫。前世就是他让我和文瑶到死都解不开心里的误会。大门打开，我迎上了文瑶冰冷的目光，他带着燕洵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，逼我必须答应让燕洵参军。我看着躲在文瑶身后的燕洵，他怯懦的连直视我的勇气都没有。我怒喝他想从军便先过考核，文瑶却立刻挺身护着他，斥责我故意为难，甚至质问我这般行事还算不算男人。我无视文瑶的质问，只盯着燕洵，逼他拿出身为男儿的骨气。他却红着眼眶，带着哭腔喊着参军是他唯一的出路，还假意说愿战死沙场，让我能安心。我一眼便看穿他的心思，不过是想跟着身为随行军医的文瑶，便丢给他匕首，直言他若切掉一根手指，我便让他做百夫长。燕洵当即连连后退，半点赴死的决心都显露不出。文瑶见此，狠狠扇了我一耳光，说我让他彻底失望，还放话就算被迫嫁给我，只要我不答应燕洵参军，便永远不认我这个夫君。他转头用我从未听过的温柔语气安抚燕洵，说会用军功为他换参军的机会，随后扶着他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望着二人的背影，我捏紧了手中的旨意，心中纵有万般不舍，也清楚这份执念该到此为止了。沙场征战，生死本是常事，燕洵步步后退，半分赴死的决心都无。我的妻子云瑶见此，上前便给了我一记耳光，她满心失望，说我居功自傲，心思歹毒，为了拦着燕洵，竟逼他自残。他还放话，纵使被逼着嫁了我，只要我不答应燕洵的要求，这辈子都不会认我这个夫君。我心里满是苦闷。上一世成婚之后，他便从未叫过我一声夫君，始终将我视作仇敌。云瑶又对着燕洵柔声说，不必求我，他会用功绩为他幻想要的一切。说罢便弯了我一眼，扶着燕洵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般温柔的语气，上一世我只敢在梦里奢求，可前世今生这样的温柔，我终究求而不得。望着二人离去的背影，我攥紧了手中的圣旨，纵有万般不舍，也该和这份执念告别了。我原以为往后便不会再相见，怎料出征前，云瑶竟为我备下了许多药膏，只是见我回来，她越过我，又径直离开了。文瑶放下药膏，匆匆离去，到嘴边的话我终究没说出口。其实我的伤早已痊愈。望着桌上各类治伤药膏，她依旧这般细心周全。回想前世，文瑶嘴上总是不饶人，却从未离开过我身边。她说这是还父母的恩情，可陆家对文家的恩，她做我随行军医时便早已还清。刀剑无眼的战场，她一次次拼了命救我，不过是真心记挂。思绪骤醒，我猛然惊觉燕洵恐有不测，立刻喊上副将直奔京城。果然在最大的赌坊见到了被大汉围堵的燕洵，他早已被揍得鼻青脸肿，只因欠下赌债无力偿还，正被威胁要送去净身。我心头一怒，
上前3、2下掀翻围堵的大汉，满眼厌恶的让烟巡赶紧离开。可刚要带他走，堵方又冲出10几个持械大汉，烟巡吓得腿软不敢动，我只能回身护他。眼看刀要落在他身上，我下意识伸手挡下，鲜血溅了他一脸。我将他甩出包围，自己挡在前面，直到众人认出我纷纷逃窜。我忍着剧痛起身，却发现烟巡仍在原地，而我早已因失血头晕目眩，一头撞在墙上。我是陆青州当朝将军，我撞见烟巡，这位世家子弟正失了神，我提了他便要走，堵方里却突然冲出10几个持械的大汉将我们围住。我喝退对方，烟巡却怯声说腿软了，我只能护着他，可对方人多，我实在护不住。眼看兵刃要落在烟巡身上，我抬手便打，鲜血溅了他满脸。我咬着牙将他甩出包围，让他去府中叫人。那些人还想追，我不顾伤势拦在身前，一身煞气让他们不敢上前。有人认出我的身份，喊了声陆将军，这些人当即四散逃开。我忍着剧痛捡起断手，踉跄着要走，却见烟巡竟没离开，他吓傻了，身上还散出怪味。我懒得理会，自顾自往前走，没2步，浓烈的眩晕感便涌了上来。我想扶墙，却抬不起手，身子一歪，重重撞在了墙上。我的视线渐渐模糊，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我费力抬起头，看见了文瑶，那个我倾尽所有，即将与我成婚的女子。她正满脸紧张地抱着烟巡，那个她放在心尖上的男人。她的目光对上我的瞬间，方才的慌乱尽数褪去，只剩下刺骨的冰冷。她认定了是我伤了她护在怀里的人，哪怕我正按着断臂，强忍剧痛想要解释，她也半句都不肯听。她只信自己亲眼看到的画面，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失望与怨愤，说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我了。我愣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只听见烟巡带着哭腔喊疼，从头到尾他没有半句要为我辩解的话。文瑶只顾着柔声安慰他，小心翼翼扶着他转身离开。他像完全看不见我一样，自始至终没再分给我一个眼神。失血过多的无力感席卷全身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冷，意识渐渐沉了下去。闭眼前，我只恍惚听到了我的副将焦急的呼唤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已经躺在了府里的床上。屏风外，文瑶的背影一闪而过，我心里清楚，他不是来关心我的，只是来确认我死了没有。毕竟他还欠着我的恩情。想到这里，我只剩一声苦笑。我是驻守边关的主将，文瑶是与我有婚约的未婚妻，烟巡是文瑶放在心尖上，一心想要报恩的心上人。上一世文瑶找到烟巡的时候，他已经遭人阉割，后来他亲眼看着我和文瑶成婚，彻底绝望之下进宫做了太监。也因为这件事，文瑶始终认定是我害了烟巡。婚后的日子里，他动不动就和我大吵大闹，我气到极致，干脆直接认下了这件事，我们的关系也彻底冷到了冰点。但这一世不一样了，他既然愿意用命去报烟巡的恩，我便用命护好他的心上人。到如今，我和他之间彻底两清了。这天夜里，文瑶来给我换药，他的眉头时不时微微皱起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我刚想开口唤他，他先开口告知我，已经退了原本备好的十里红妆，婚礼不必铺张，简单办就好。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么柔和的语气对我，我一时有些愣神。他还想继续说下去，提起烟巡已经把所有事都告诉了他，可话还没说完，我的副将就走了进来。副将先是神色复杂的看了文瑶一眼，随即抚在我耳边，低声禀报，烟巡已经同意替我成婚。副将离开后，文瑶重新坐回床边，还想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说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打断了他的动作，在心里默默道了一句：祝你幸福。站在我面前的人是文瑶，是我曾豁出性命护过的故人。他蹙着眉看我，眼里满是不解，还裹着化不开的悔意。我知道他心里装着对我的亏欠，只淡然一笑，示意他不必自责，那些过往早就两清了。他望着我，神色复杂，久久没有移开目光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出现了烟巡的身影，他是文瑶的未婚夫，也是他即将举办的婚礼的男主角。看着他们遥遥相望的模样，我心里只剩全然的释然。文瑶很快收敛起情绪，眼神骤然变得坚定。他转身朝着门口的烟巡奔去，临走前用目光跟我定下约定，婚礼上见。我对着他的背影无声应下。他跑到门口，却又猛地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我，眼神里翻涌着千言万语，分明还有话想对我说。我笑着朝他示意，就算人不到场，贺礼也绝不会缺席，我不会错过他的婚礼，让他只管放心。他眼里瞬间闪过一丝疑惑，皱起了眉，显然没懂我话里的深意。我没有多做解释，只是摆了摆手，催他赶紧走。门外的烟巡已经等得着急了，他深深看了我最后一眼，终究没有再多问，转身跟着烟巡彻底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。没过多久，我的副将去而复返，他满脸担忧地看着我，怕我身上的伤还没痊愈，撑不住今晚北上的行程。我望着文瑶离开的方向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北京的战乱刻不容缓，容不得半分耽搁。我当即下令，全军即刻集结，今晚准时出发。婚期如约而至，八抬大轿，十里红妆，一路扑到了文家门前。我顶着红盖头，端坐在闺房里，双手放在膝上，等着新郎来接亲。我的新郎叫陆青州，是与我定下婚约的男子。起初我无比抵触这场婚事，可真到了这一天，我的心里竟生出了几分说不清的期待。我也不知道这份期待从何而来，我想或许是因为烟巡。烟巡是我此前一直放在心上的人，是他亲口告诉我那天陆青州是赶来救他，并非上门找他麻烦。也或许是因为那天
我眼里只有受伤的烟寻，彻底忽视了身负重创的陆清舟，心里始终揣着这份愧疚。我分不清到底是哪个原因更多一些，可一想到重伤昏迷的陆清舟，我的心就揪了起来。我怕他再也醒不过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欠了他的。我对他只有满心的歉意，没有半分男女情爱。但我已经发了誓，往后余生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守着他，照顾他一辈子。所以，他想结这场婚，想要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想让全京城都知道这场婚事。哪怕我知道，这或许是我这辈子最错误的选择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喜庆的唢呐声穿透门窗，响彻在耳边。闺房的门被人推开了，暖融融的阳光涌了进来，透过眼前的红盖头，我看见门口立着一道模糊的身影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跳骤然失控，砰砰地撞在胸口。可下一秒，那道身影开口，传入我耳中的却是烟寻的声音。他口中的话语清清楚楚落进耳里，满是终于能和我在一起的执念与欢喜。红盖头遮着视线，我坐在喜轿里，心跳得飞快，满心都是要见到心上人的期待。喜轿落定，红盖头被人掀开，我浑身一颤，抬眼就看见了烟寻。他是我相识多年的故人，也是我此刻完全没料到会出现在这里的人。他笑着上前抱住我，像个讨赏的孩子，眼里全是藏不住的得意。可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愣在原地，半天都回不过神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副将浑厚的嗓音，他是我心心念念之人的副手，跟着那人出生入死多年。他的祝词刚落，我浑身一颤，猛地推开烟寻，不顾一切冲了出去。门外是10里红妆，10几箱金银珠宝沿街排开，可我的目光从始至终都只锁在副将身上。我快步走向他，刚要开口，他就先递来了一封书信。我颤抖着手接过，打开的瞬间，瞳孔骤然收紧。信上是那人的笔记，只有短短一句话：他放手了，这次是真的，祝我幸福。那一瞬间，我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，失魂落魄的踉跄着，几乎站不稳。我狠狠撕碎了手里的书信，哑着嗓子追问副将：他明明答应过我会在婚礼上见我，他人到底在哪里？副将抬眼望向北方的方向，重重叹了口气。他告诉我，那人连夜北上去镇守边境了。这句话像一道惊雷，狠狠砸在我心上。我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差点摔倒在地。我嘴里不停重复着：不可能，他为什么不等我？他去那里是会死的，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不肯亲口告诉我？副将默然不语，调转马头，一路北上奔赴边关。北京战火连绵，我数次身负重伤，硬是咬牙撑了下来。驻守的时日漫长，我早已记不清年月，只以为此生都会守在这苦寒之地，再也无缘见他一面。直到这天，我竟在军营之中看见了文瑶的身影，此刻正拼尽全力救治受伤的将士。我只当是幻觉，他厉声呵斥的话语却瞬间让我清醒。望着他依旧冷硬的神色，我扯着嘴角苦笑，牵动伤口，疼得狼狈不堪。突如其来的敌袭，容不得半分叙旧。身为军中主将，我必须稳住军心，领兵御敌。可近些日子，敌军好似洞悉了我军的所有布局，屡屡攻破阵营防线。我找来副将商议对策，他神色纠结，欲言又止。在我的追问下，他才坦言，自打文瑶来到军中，我军便节节败退。他心中满是疑虑，我当即沉声打断他，命他彻查此事，但凡有任何蛛丝马迹，绝不姑息。副将领命后即刻动身。那是上次战场分别后，我许久未见文瑶，心头总萦绕着一丝不安。副将着手调查文瑶时，我私下询问了部下，他们神色闪躲，对文瑶的事讳莫如深。我亲自去找文瑶，才知晓真相。北上之地，除了他，烟寻也来了。营帐内，烟寻满身伤痕，文瑶正为他处理伤口。我沉声发问：他怎么来了？文瑶专注清洗纱布，反复擦拭伤口，并未听见我的话。见他这般投入，我没有打扰，转身出帐在门口等候。入夜，文瑶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营帐，他已是有夫之妇，我克制住伸手搀扶的念头。文瑶看到我，眼中闪过惊讶，轻声问道：你怎么来了？我望向帐内的烟寻，重复了方才的问题。文瑶回头，无奈一笑，开口作答。他坦言烟寻执意要来，便一同北上。短短1月，他数次身陷险境，分明不适合战场。话音落下，他看向我，轻声叹气，开口求助。我抬手指向帐内的方向，沉声追问：是不是为了烟寻？文瑶点头，只求我保下烟寻的性命。话音未落，烟寻拄着拐杖，咳着血走出营帐，厉声阻拦，不让文瑶求我。文瑶连忙上前扶住他，柔声应下：不再求我。我眉头紧锁，望着二人，神色复杂难言，满腹疑问堵在喉头。看着他们相依的模样，终究没能问出口。他们的私事，我本就无权插手。我转身回到营帐，只见副将早已端坐帐中，似是等候许久。我出声唤他，他却一动不动，毫无回应。我快步上前，才发现他已然身亡。我的心猛地一颤。前世我中毒坠马，惨死在敌军乱箭之下，这般滋味我再熟悉不过。上一世我始终认定是文瑶的手笔，可如今细想，他若真要害我，又何必在我每次重伤时拼尽全力救我？只可惜上一世的我们都太过执拗，始终不肯相信彼此。副将遭遇祸事，我并未对外声张，军中定然藏着奸细。副将素来与人无仇，死在我的营帐，分明此次的目标本是我，只是他替我中招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副将率先察觉军中异样，亲自追查，
才招来祸事。此番事端，文瑶的嫌疑最大，他既能妙手救人，也能轻易取人性命。这几日，我暗中留意文瑶的行踪，挨个询问过他救治过的士兵。刚寻到一丝线索，文瑶便主动找上了我。他当着燕洵的面，厉声向我质问，要我给他一个交代。他竟还向我讨要解释。我强压着心头怒意，掏出攥在手心的草药，话未出口，文瑶便率先冷笑。他直言燕洵上战场只为挣得军功，我护着他无妨，却不该收走他的兵卒，还将燕洵护在身侧，逼我这个主帅至少留够兵卒，让他能在战场突围。听罢这话，我忍不住笑出声，指着燕洵直言，我的兵卒可浴血战死，却绝不会为他白白送命。文瑶瞬间动怒，反唇质问，当年我为护他，愿让将士奔赴险境，为何到燕洵这里便不行？还说我是故意针对，借故发难。我不愿再与他争辩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二人离去后，我隐约听见燕洵质问文瑶，为何没提让副将护他的事？文瑶只说气忘了，还要折回寻我。北凉的奸细迟迟没有落网，几次正面交锋，我军接连溃败，损兵折将，我的副将已经中毒身亡。为了稳住军心，我只能把这个消息死死瞒住。可军中还是接二连三有士兵离奇暴毙，诡异的谣言很快传遍军营，都说北凉有巫师作祟，原本就紧绷的军心彻底晃荡起来。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文瑶找上了我。她是我的青梅竹马，当朝御前女医，也是我军随行的军医。她手里拿着一株曼陀罗，神色凝重地告诉我，这是北凉独有的剧毒草药，有致幻效果。她确定军中藏着通敌的奸细。我拿出早前从她营帐中搜出的同款毒草，冷声打断了她的话，厉声质问她，是不是为了燕洵，不惜通敌卖国，甚至连我都要下毒害死？我刚质问完文瑶通敌的嫌疑，营帐的门就被猛地撞开，闯进来的人是燕洵，他是文瑶护了多年的童养夫，也是跟着文瑶一同来到北境军营的人。他一脸怒气地挡在文瑶身前，厉声斥责我没资格污蔑文瑶，还拿副将多日消失的事反咬一口，说我是为了不动摇军心，才要拉文瑶顶罪，公报私仇。他的话像一道惊雷，瞬间点醒了我。之前副将曾跟我说过，从文瑶来到军营之后，我军才接连出现败绩，可文瑶一直待在医帐救治伤患，根本接触不到军机要务，而跟着他一同来到军营的，从来都是燕洵。这个我一直以为怯弱无能的人，或许才是藏得最深的幕后之人。我压下心头的惊涛骇浪，故意试探着告诉他，副将早已中毒身亡，我只是秘不发丧。话音刚落，文瑶脸色骤变，冲上来抓住我的手腕把脉，随即失声惊呼，说我也中了剧毒。文瑶发现我身中剧毒，不顾连日救治伤患的满身疲惫，立刻安排医帐，亲自为我解毒，一直忙到了深夜。早前我捏碎曼陀罗时，毒草划破了我的手心，毒液早已渗入血液，而这剧毒和害死副将的毒分毫不差。燕洵守在医帐外，直到深夜才离开。我看着他消失的背影，终于忍不住问文瑶，到底知道多少燕洵的身世？可我换来的只有文瑶满眼的怒意。他厉声斥责我，说我连燕洵都要无端怀疑，全然不信我的判断。我自嘲一笑，再也没有多问，连夜写下密信，以800里加急送往京城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陆家带来的10万将士，如今只剩下不到1万，京城的援军却迟迟没有消息。站在城头望去，身后是自发捐粮草的百姓，是自愿入伍的孩童，身后就是大严的国土，我半步都不能退。我是陆钦州大严驻守北境的主将，北凉大军压境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战败已经成了定局。可我身后是大严的万里国土，是手无寸铁的百姓，我没有任何退路。我矗立在城头，高举大严的战旗，城下的陆家残兵个个视死如归，没有一个人退缩。战战战！8000残兵齐声高呼，士气震彻云霄，哪怕对面是北凉的数十万大军，也没有半分惧色。当晚，我给将士们备下了最后一顿饱饭，所有人都放开了吃喝，哪怕都知道这是必死的局面，也没有一个人露出半分颓败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我们早已做好了埋骨北境的准备，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，也要守住这道国门，护好身后的百姓。我坐在主帅营帐里，握着腰间的长刀，等着最后的决战来临，也等着那个我早已锁定的人自己送上门来。夜深了，营帐的门被推开，我等的人果然来了。来人正是燕洵，他看到我端坐在主帅的位置上等着他，眼底只闪过了一丝惊讶，随即就恢复了平静，甚至带着几分戏谑，问我是不是早就什么都知道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只问了他一句话，他处心积虑做这一切，有没有想过文瑶该怎么办？可他只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嗤笑出声，说他卧薪尝胆几10年，等的就是复国的这一天。文瑶的死活跟他没有半点关系。他跟我炫耀说，原本他打算入宫找机会刺杀皇帝复国，没想到文瑶这个蠢货用文家积攒的军功换他来了战场。他还说，之前几次想毒死我，都有人替我挡了枪，这一次我注定要死在北境，陆家也要在我这一带彻底绝后。燕洵饶有兴致地望着我，眼神如同在打量一个将死之人。他开口便满是恶意，说数次想毒杀我，总有人为我挡灾，可我终究会死在北境，陆家到我这一辈便要彻底断绝。他放声大笑，细数着陆家先辈与他的血海深仇，说陆家当年伤及他的至亲。我瞬间了然，陆家本是圣上近臣，一生杀伐，本就是一柄利刃，他恨我实属正常。我心中满是疑窦，不懂文家为何出手救他，
更不懂圣上为何对此放任不管。可这些念头已来不及细想。燕洵肆意挑衅，说不会亲手杀我，要等北凉破城，让文瑶亲眼看着我死去，还戏谑问我他会不会伤心。我怒不可遏，攥紧拳头纵身而起，一拳砸在他脸上。他被打得吐出血水，牙齿崩落，却依旧狂笑望着我，质问我敢杀他吗？还说我若动手，文瑶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燕洵大笑着放言今后无人为我收尸，要我烂在这北境，随后嚣张地离开了营帐。我僵立原地，一股浓重的无力感席卷而来，自身尚且难保，别无他法，只能静待时机。天还未亮，北凉进攻的号角便响彻了北境。陆家8000将士死守城门，誓与城池共存亡。我率领500死士，率先冲出城门，直面敌军。恍惚间，身后传来急切的呼喊，回头望去，文瑶随军医者骑着战马不顾一切朝我奔来。我冲他轻笑，随即下令紧闭城门。我矗立城头，高举战旗，身后8000残兵齐声高呼，士气震彻硝烟弥漫的战场。我策马直冲北凉大军阵营，刀锋所及皆是敌寇，鲜血溅满脸颊，伤口崩裂的剧痛被我抛诸脑后。我挥旗拼杀，每一击都倾尽全身力气。乱军之中，一道阴狠的身影死死盯住我。燕洵不敢正面应战，只躲在敌军阵中肆意挑衅。他的叫嚣穿透厮杀声，说我再拼命也改变不了败局。大言早已将我抛弃，我不过是颗弃子。我明知他在乱我心智，可连日苦战早已让我体力透支，动作愈发迟缓。燕洵见我气力不济，提刀走出乱军，一步步朝我逼近，不断嘲讽我。他说我留不住在意之人，守不住北境，护不住麾下将士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我挥刀抵挡四周敌军，分身乏术，根本无暇应对他的羞辱。浑身伤口不停渗血，视线渐渐模糊，双腿也开始发软。可我仍死死攥着战旗，这是不能丢弃的尊严，绝不能在我手中倒下。燕洵抓住时机，猛地提速，高举长刀，用尽气力朝我心口刺来。我已避无可避，锋利的刀刃瞬间刺穿了我的胸膛，滚烫的鲜血喷涌而出，浸透了我身上的铠甲。剧痛席卷全身，我踉跄着后退半步，却依旧挺直腰杆。燕洵抽出长刀，看着我血流不止的伤口，仰头疯狂大笑。远处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文瑶身披素色战甲，骑着白马一路冲破敌军阻拦，奋力赶到我身边。他望见我心口的伤口，又看到燕洵手中染血的长刀，眼底最后一丝对他的情谊瞬间化为滔天恨意。他错信燕洵多年，到头来他却对我痛下杀手。文瑶握紧长矛，策马直冲燕洵，用尽全身力气将长矛捅进他的心口。燕洵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他看着胸口的长矛，又望向文瑶，满眼不可置信。北凉敌军瞬间合围，纷纷搭弓拉箭，密密麻麻的长箭对准我和文瑶。箭雨蓄势待发，只要一声令下，我们便会身陷绝境。文瑶立刻翻身下马，快步来到我身边。他跪在地上，双手死死按住我胸口的伤口，试图止住不断涌出的鲜血，可一切都徒劳无功。泪水混着灰尘滑落，打湿了他的脸颊，也浸透了我的战甲。他声音哽咽颤抖，满是懊悔与心疼，不停向我致歉。我望着他通红的眼眶，勉强想扯出一抹虚弱的笑意，喉咙却满是腥甜，发不出半点声音。文瑶将我轻轻揽入怀中，用身躯牢牢护住我，血泪滑落，滴在我的唇角。他惨然一笑，说下一世换他守护我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手，想触碰他的脸颊，手臂却重重垂落。敌军箭雨破空而来，风声刺耳，死神已然降临。文瑶紧紧抱着我，决意与我共赴生死，不肯留我独自在冰冷沙场离去。北凉兵将步步紧逼，长剑如簧，我们即将被彻底吞没。箭雨倾泻而下，密密麻麻的冷箭直奔我和文瑶而来。文瑶没有丝毫犹豫，猛地将我死死按在他怀里，用后背全然挡住所有袭来的箭矢。无数长箭狠狠刺穿他的身躯，渐渐穿透他的胸膛，鲜血瞬间喷溅而出。他闷哼一声，身体剧烈颤抖，却依旧紧紧抱着我，不肯松开半分。剧痛让他脸色惨白如纸，可他还是强撑着最后一丝意识，低头看着我，嘴角勉强勾起一抹温柔的笑，轻声说别怕，他会陪着我，再也不会让我孤单。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抱着我的手臂也慢慢失去了力气，最后一滴血泪从他眼角滑落，落在我的眉心，带着他最后的温度。文瑶的头轻轻靠在我的肩头，彻底没了呼吸，死在了我的怀里。耳边的厮杀声渐渐远去，我与文瑶一同闭上了双眼。北凉敌军见状士气大涨，刚高声喝喊两句，远处便传来震天的声响。燕洵顿时大惊失色，远处传来震天的金鼓声与嘹亮的号角声，传令兵高声呼喊：圣上御驾亲征，护驾秦王，剿灭北凉叛贼。金黄色的龙旗在风中迎风飘扬，禁军铁骑如猛虎般冲杀而至。密密麻麻的禁军瞬间冲破敌军的包围圈，牢牢挡在我们身前。飞来的长剑尽数被禁军格挡，我们终于彻底解围。北凉敌军见圣上亲率大军赶到，顿时军心大乱，原本嚣张的气焰荡然无存，纷纷丢盔弃甲，四处逃窜。圣上坐镇中军，龙颜震怒，当即下令禁军全力围剿北凉残部。禁军势如破竹，杀得北凉大军节节败退，死伤无数。被长矛刺穿心口的燕洵奄奄一息地倒在地上，只剩最后一口气苟延残喘。禁军士兵上前，将他牢牢捆绑，拖到圣上面前听候发落。燕洵看着溃败的北凉大军，眼中满是不甘与怨毒，
他处心积虑多年的复国大计彻底化为泡影。我靠在文瑶怀中，视线越来越模糊，意识也渐渐沉入无边的黑暗之中。圣上看着苟延残喘、通敌卖国的燕洵，龙颜大怒，当即下令将燕洵高挂在北境城墙之上，当众示众，剥去他所有衣物，让他受尽满城军民的唾骂与羞辱。燕洵浑身是伤，被挂在城头动弹不得，剧痛与屈辱席卷全身。路过的士兵、返乡的百姓，无不朝他扔石块、吐唾沫，人人都骂他狼心狗肺，残害忠良，通敌叛国，罪该万死。他曾经的狂妄算计、复国美梦，如今都成了天大的笑话。他一心想让我身败名裂，到头来自己却沦为天下笑柄。在无尽的绝望之中，燕洵挣扎许久，终于咽气，死后尸体依旧挂在城头，以儆效尤，警示世人。与此同时，晋军彻底清剿完北凉残敌，北境的战火彻底平息。军医第一时间赶到，全力救治我与文瑶，可终究回天乏术。我们两人紧紧相拥，在这片拼死守护的北境土地上，双双离世。圣上见状，神色动容，当即决定以最高规格的军礼厚葬我与文瑶，同时下令收敛所有战死将士的遗体，妥善安葬后立碑纪念。战事彻底平定后，圣上亲自坐镇北境，安抚边境万民，随后颁布圣旨，昭告天下，大赦天下，宽恕天下轻罪囚犯，同时减免北境及周边各州府百姓3年赋税，发放耕地与粮种，对阵亡将士的家属给予丰厚抚恤与良田补偿，保障所有忠良之后的生计，不让孤儿寡母流离失所。逃亡在外的百姓得知战乱平息，纷纷拖家带口返乡重建，大家一起修补房屋，开垦荒地，重启农耕，处处炊烟袅袅，街头巷尾，商贩陆续归来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，家家户户团圆相聚，老人安康，孩童嬉笑，一派阖家欢乐的景象。朝堂之上，圣上借机肃清奸佞，铲除所有通敌余党与异己分子，大力嘉奖忠良之臣，安抚文家、陆家等忠义世家。文家虽痛失爱女，却被圣上重重嘉奖，满门荣耀。陆家遗孤被接入京城，立志传承忠勇家风。军中将士按功行赏，士气高涨，边防军纪愈发严明。北凉余党被彻底清剿，再也无人敢进犯大研半分边境。几个月过去，大研到处都是太平祥和的景象，北境再也没有了战争，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得以团圆。我和文瑶化作魂魄，一同飘在北境城楼的上空，街道上行人往来逛街，孩童在路边奔跑嬉戏，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。城楼下面，好多工匠正在为我们雕刻石像，他们拿着工具，一下一下认真凿着石头，雕出我高举战旗，身形笔直挺立的模样。文瑶则立在我身侧，模样温柔娴静。一位老者捋着胡子，对着身边的人说起往事，说当年我和文瑶本是定下婚约的，却被奸人燕洵从中挑拨，两人误会越来越深，好好的婚事就此作罢，甚至退了婚。那时候整个京城的人都觉得我俩这辈子再无可能。旁边的年轻姑娘听完忍不住叹气，说谁能想到两人历经这么多生死磨难，终究看清了彼此的心意，心里都装着对方，为了守护北境，甚至付出了生命，实在让人敬佩。文瑶转过脸看着我，我们相视一笑，无需再多言语，2辈子的恩怨情仇到这里终于全都画上了句号。